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前段时间分享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辣椒酱跟这个马来香料炸鸡，不知道大家都试过了吗？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分享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椰浆饭。这个椰浆饭在网络上另外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辣死你妈，是由它的马来文音译过来的。因为椰浆饭它的马来文叫 nasi lemak， 再加上它是辣的嘛，你别说，还真的蛮形象的。这里是2杯米，大概是280克左右。我们先把它们淘洗一下，然后沥干水分。我今天分享的椰浆饭呢，是一个相对正宗，但是又比较简单、比较适合家庭的一个做法。家里有电饭锅的就直接用电饭锅来做，这样子一来是非常简单，二来对新手非常友好，就是几乎不会失败。这是我家里常备的一款椰浆，我选择这款呢，因为它是低脂的，感觉吃起来没有这么浓这么腻，而且我买的是这种小罐装的，一罐是200毫升。今天2杯米，我们就把这200毫升的椰浆放完，然后又再加了250毫升清水。这里说一下这个水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煮完以后粒粒分明的米饭，如果你喜欢吃那种比较软烂的，可以再额外多添加50毫升水，然后加1/2小勺的盐。做任何带椰浆的食物，甜品也好，主食也好，都建议放少许的盐。3片新鲜的斑斓叶，我已经把它们洗净，然后稍微沥干了。为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它的斑斓香味，可以这样把它们稍微撕碎一些，然后绑在一起打一个结。再准备2支香茅，也就是柠檬草，只需要它的根部，把它拍扁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让它的香味能够最大化的释放。接着就把这些也放进电饭锅中，跟椰浆饭一起煮。其实你还可以加几片姜，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所以没有加。我这个电饭锅呢是在马来西亚本地买的，所以它本身就自带了一个煮椰浆饭的一个选项 nasi lemak。如果电饭锅不具备这个功能，就用最普通的煮白米饭的那个选项也是一样的。椰浆饭在煮的时候，我们来准备一些其他的配菜。这个是小粒的带皮的花生，把它们稍微冲洗一下，然后尽量沥干水分。这个是小鱼干，在马来西亚本地它被称为江鱼仔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片，所以可以连着骨一起吃。炸完以后呢，香香脆脆的，还能补钙。也是同样的，用水把它们清洗一下，然后稍微沥干水分。花生用水冲洗过，所以有点湿的，如果直接放在热油里，油会被喷溅起来，所以我们把洗干净的花生倒进一个干的锅中，然后倒入冷油，记住一定要冷的油，不能用热油，油只要能没过花生就好了。一开始先用中火炸，然后等油热了以后呢，就转中小火，炸到这样的金棕色，就可以把它们捞出沥油。这个油我们可以继续拿来炸江鱼仔，江鱼仔也是刚刚水洗过的，所以也是湿的。如果直接放到热油里，它会把油喷溅的到处都是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稍微炒一下，把表面的水分炒干。炒干了的江鱼仔就会这样轻微的跳动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油倒进去，然后也是同样的用中小火慢慢的炸，炸到这样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沥油。花生也好，江鱼仔也好，刚刚炸好呢，它可能不是脆的，但是等到它彻底放凉以后，就会香香脆脆的了。好了，我们的椰浆饭已经煮好了。如果你喜欢吃椰浆味更浓的，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倒大概50毫升的椰浆进去，然后拌匀。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吃椰浆味太重的椰浆饭，所以现在这样就是比较对我的胃口的。再接下来就是组合一份椰浆饭，首先当然是放上米饭，然后这个是我上一期分享过的马来香料炸鸡，放上几片黄瓜，煮熟的鸡蛋，再放上炸好的江鱼仔和花生米。其实我本来只想放半个鸡蛋，但是女儿说我小气，我又多加了半个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分享过的38虾米辣椒酱，这样一份标准配置的马来西亚椰浆饭就完成了。今天还想再说一下，就是有关于我分享的马来西亚的食谱中，常常会用到一些可能大家平常不太用到的香料，
其实所有的食材我都有在国内一个非常出名的购物软件上搜索过，大家都能买到。比如说这个香辣肉类咖喱粉，之前我出过一个香茅咖喱煎鸡腿，试过的网友都说非常好吃。好像这个斑斓叶，我之前也出过一期泰式斑斓鸡，也是备受好评。再比如说椰浆，我之前也有出过芒果糯米饭，也会用到椰浆。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材料一次买多了，也可以试一试我其他的食谱，相信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